在美国问答网站上有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印度军队在实战当中究竟能不能击败世界第一的美军？很多印度网友就这个问题的评论区展开了疯狂的想象。有印度网友声称，如果未来印度军队真的与美军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印度军队一定能够给予美军沉重的打击。印度军队的真实实力究竟如何？印度网友又为什么会自信地认为印度军队足以击垮世界第一的美军呢？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与考量呢？众所周知，印度在南亚地区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包括马尔代夫、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境内都存在着大量由印度资助的政治或军事组织。事实上，印度军队并没有人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孱弱，至少在南亚地区，印度对周边地区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一定的军事优势，而且印度抱着纵横捭阖的外交政策，用自己不断游走于各个大国之间，从而争取到军事上的利益。因此，长期以来，印度都在南亚地区维持着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整个南亚地区，拥有着先进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印度根本就没有对手。印度政府隔三差五的还会对外宣传印度政府的光辉战绩。久而久之，有很多印度公民居然真的开始认为印度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存在。可纵观印度独立以后的对外战争史，印度军队仅仅在对葡萄牙殖民者发起的果阿冲突中有出色的表现。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始终没有参与过一场大型的对外战争，所以印度军队战无不胜的形象就得以成为了很多印度民众的刻板印象。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印度军队居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建军思维。在这套思维的影响之下，印度政府将本国的军队打造成了一支堪称奇葩的队伍，而这种奇葩的特性也成为了印度民众引以为豪的原因之一。央视网等多家媒体都曾经为印度军队复杂的装备体系进行过报道，很多人都会将印度军队形容成现代的万国装备博物馆，这也让印度军队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的存在。熟悉军工产业的人都知道，多个国家的装备往往不能混在一起使用，因为武器与武器之间的装备参数、性能差异都各有不同。各个国家的军火商也会特意在自家生产的军火上增加一些特殊的标记和装置，以展现自己独特的研发能力和制造水平。可是，当来自各个国家的装备汇集在一个国家的军队手中时，这些装备的特殊装置就会造成巨大的麻烦。比如，印度军队当中经常会出现武器弹药无法正常匹配的情况，甚至就连火炮和炮弹都是不同国家生产的。这样的情况令印度军队的一线士兵苦不堪言。但这并没有打消印度宣传机器常年自吹自擂建立起来的某种优越感。在很多印度人看来，印度军队能够同时拥有来自多个国家的武器装备，有一种集百家之长的感觉。可事实上，正是因为印度的武器装备体系过于杂乱，每当武器需要面临维修或保养的时候，印度军队都必须把武器尽可能拆成小的零件，并把这些零件分批寄回原来的生产国进行维修或保养。这样算下来，印度军队的武器保养和维修费用比其他国家军队的保养费用自然就高得多了。很显然，这是对本国军费的一种严重浪费。但以印度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来看，只要印度总理莫迪不公开承认军队的武器装备采购商存在故意浪费军费的现象，这种糟糕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得到曝光，并且会不断持续下去。而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印度的武器装备体系过于混乱，才导致印度的军工研发能力始终无法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直到今天，印度的很多军工厂依然在干着组装零件这种最基础的工作。只要相关武器装备的技术稍微复杂一些，印度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直接向外国企业购买，而不是要求本国的科研人员加紧研发。因为在印度人看来，直接向外国购买武器装备就能够直接获得其他国家的优质武器，这比自己费尽心力的去研发武器自然要轻松多了。可是这种情况在和平年代尚且可以维持，真要到了战争时期，印度军队想要靠他国来维持本国军事机器的运转，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得亏印度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参与过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种荒谬的情况才能够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印度政府对内欺骗民众的一种有力手段。虽然印度政府能够通过对内宣传的方式让民众相信印度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但他们却无法忽悠全世界的民众相信由他们精心编造出的这一套谎言。当有印度网友在美国问答网站上说出印度军队会给予美军沉重打击这样的言论之后，很多网友随即就在问答区与印度网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当越来越多的现实被曝光之后，印度军队的真实实力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作为一支从来没有打过硬仗的军队，印度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首先，美军和印度军队的兵员素质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美军现役人员，尤其是军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因为很多士兵需要操作复杂的军事装备和军事仪器，这便对他们受教育的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从武器装备上来看，美国虽然是世界第一军火出口大国，但美国军队已经装备的现役武器几乎不会出口给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除了以色列等少数几个和美国外交关系极好的国家之外，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买到美军的现役武器。在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乌克兰军队里，甚至还有人在使用上个世纪的武器装备。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对外出售军火产品时展现出的两面手法，由此就可见一斑。在两国对垒的战争当中，除了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制胜关键因素就是两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从这一点上来看，印度更是被美国虐得体无完肤。虽然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近些年来的确得到了事实意义上的提高，可印度如果真的要跟美国打一场战争的话，其下场肯定不会太好。因为美国虽然已经衰落了，但作为曾经击败过苏联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军工研发和制造能力依然是不容小觑的。就算美国的相关能力无法同中国相提并论，碾压印度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当然，印度和美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这也是双方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一旦未来印度真的同美国交上了手，这对于两国的民众和全世界人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双方绝对不能轻言战争，更不能将战争当成一种威胁他人的工具或戏谑之言。因为每一次真实的战争背后，往往都是无数家庭分崩离析的痛苦。某些印度网友如井底之蛙般的眼界，其实是印度政府刻意宣传的结果。这种封闭性的宣传，其实就是在禁锢普通印度人的思想，从而掩盖真实的情况。但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脚步，绝不会因为印度政府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而停下。总有一天，印度政府会为自己这种蒙蔽民众、颠倒黑白的手段而付出代价。印度民众也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看到相关事件的真相。而某些印度人动不动就妄言战争的习惯，更是折射出了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地区霸权主义思想氛围。其实，印度军队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无不胜的存在。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也是时候用一种全新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风景了。否则，时代的浪潮会将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以及旧时代的思想碾得粉碎。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2022年9月，一条有关印度的新闻震惊了世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印度的 GDP 竟然超过了英国。消息一出，印度举国欢腾，就连印度官方也大胆放话，说印度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他们甚至明确将时间点定在了2047年。印度势头正猛，中国与美国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眼中的目标。许多人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来势汹汹而又异常自信的印度，中美究竟谁会被反超？印度真的能如自己所言完成这样的目标吗？提起现在的印度经济，就不得不说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总理莫迪。2014年，莫迪正式宣布就任印度总理，执掌大权。经济发展是莫迪政府最关注的核心领域。事实证明，莫迪的种种举措为印度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腾飞。早在2014年的时候，印度经济就开始保持中高速增长，一直到今天依然势头强劲。不少印度人对自己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在 GDP 超越英国后，他们提出了更为长远的计划，那就是要争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宝座，与真正的大国较量。当今世界说起大国，那便必然要提到中国与美国，而迅速崛起的印度也乐于同这2个国家进行对比。对中美两国来说，印度的挑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谁将会被印度反超？谁又能立于不败之地？接下来，我们不妨聊聊中美印这3国经济的奇妙关系。近年来，印度经济的飞速崛起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中国。上世纪末，中国凭借着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令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实际上，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走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一条道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莫迪所引领的印度经济更像是在模仿美国经济。众所周知，制造业是中国经济腾飞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而制造业所创造的财富又反哺于其他领域，环环相扣，步步提高，这才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一次次机遇。但是，印度的土地上却从未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制造业革命，他们转而选择了服务业这一第3产业。印度在发展服务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信息科技是印度的强项，同时印度拥有着一批高学历、擅长流利英语的劳动力。而以服务业带动全局经济发展，恰恰说明印度将自己对标美国，因为印度人最终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研发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的种种经济举措也给了莫迪灵感，他尽可能放松了监管，发挥市场的最大作用，却不另外制定官方政策，借由政治力量干预经济。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直到今天，印度已经吸引了150家国际公司来进行研发工作。
成为了不少公司全球第2大的研发基地，仅次于美国。而在印度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恰好又出现了问题，陷入了技术性衰退的窘境中。只要仔细研读去年的美国 GDP， 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2022年，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下降了 1.6%， 而第二季度则下降了 0.9%， 连续2个季度的负增长令美国人不得不提高警惕，心中忐忑。技术性衰退的下一步便是全面衰退。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等人坚持认为美国经济仍未陷入困境，因为7月份的就业市场依然强劲，失业率也进一步下降，勉强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却也进一步强化，就连很多美国专家也对未来忧心忡忡。当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很有可能拖累 GDP 增长，伴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两党之间博弈加剧，财政开支推出的难度也随之增加，这对市场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不仅如此，美国的私人消费支出增长也不容乐观，人们花钱的意愿越来越低，再加上负债累累，国内经济的危局一时之间难以化解。在 GDP 跌落的第二季度里，美国家庭的债务更是第一次攀升到了惊人的16万亿，实属恶化。因此，美国经济未来能否发展，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印度通过效仿美国经济模式而飞速发展，想要超越美国也在情理之中。可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较为长远的目标。除了美国之外，中国一直以来也受到了印度的关注，对于他们而言，超越中国也同样重要。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国内有不少专家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印度经济腾飞的核心产业是软件与信息，这种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不仅能吸引较多技术人才，一次性解决就业问题，同时还能创造出高附加值的商品。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这种优势。现如今，印度自然和中国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可在这些关键领域上，倘若印度取得成功，中国的确就多出了一个劲敌。但也有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不可以将经济发展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软件行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印度会超越中国。实际上，软件行业的入门门槛较高，只有那批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印度人才能投身其中，对于普通的印度老百姓而言，就业机会仍然不多，溢出效益极为有限。而这种不平衡在数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据统计，印度竟然只有不到 7% 的人被正式的公司雇佣，印度可以劳动的人口将近5亿，如此换算下来，仅有3500万人有着稳定的工作。更吓人的是，这3500万人里还有2100万的公务员，社会层面的失业情况可想而知。这样看来，纵然印度经济的腾飞是事实，可促使它腾飞的产业竟然没有办法为苦苦求生的劳动力大军提供最基础的就业岗位。尽管有关中印两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争论从未停止，但经济学人给出的答案却为此做出了完美的总结。专家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印度超越中国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经济学人的专家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相比印度，中国经济的优势在哪里？看似繁荣的印度经济背后又有着哪些隐患？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印度的经济结构说起。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结构可以从占 GDP 的比重里得到明确的答案。曾经，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就占到 50% 以上，而印度的 GDP 中竟然有 60% 都来源于服务业，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同时也揭露了印度经济结构的畸形。要知道，这样的服务业比例已经可以与发达国家肩并肩，但印度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发展却并不充分，远远没有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平。如此一来，第三产业便如同空中楼阁，就算一时之间创造了再大的财富，也是根基不稳。与此同时，印度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红利，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它的制约。相较于中国，印度堪称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国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 5%， 源源不断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市场，激发了服务行业的新活力。可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里，大部分印度青年人仍然只能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收入极为有限。这恰恰也是因为服务业具有一定的门槛，而印度制造业并不发达，无奈之下，这些年轻人只能重新流回农业。从长远来看，自然不利于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常常被戏称为基建狂魔，而与中国不同，印度正面临着基础设施瓶颈的大问题。想要建基础设施就需要投资，可印度基建的资金缺口始终庞大，直到现在还拖欠着很多建设单位的工资。2018年，印度的货运量仅是中国的 27%， 航运就更加惨淡，刚刚达到了中国 10% 的水平。尽管基础设施没建起来，但印度的污染却一点都没少。
雾霾与河流污染已经成为了最令居民头疼的两大问题。即便在金融方面，印度也面临着危机重重。近年来，印度国有银行亏损严重，囤积了大批无法处理的坏账，保守估计也有1500亿美元。这么一大笔亏空，未来究竟如何弥补，始终如阴霾一般笼罩在印度的上空。尽管莫迪竭尽全力推动改革，但这件事本身的难度也不容小觑。莫迪隶属于印度人民党，就算他是总理，但印度人民党在联邦院并不占多数席位，因此许多法案都无法顺利通过，比如商品和服务税法案、土地征用法修正案、破产法等。在近几年的几次选举中，印度人民党想要争夺更多席位，但都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印度社会的复杂程度也为经济发展制造了不少的阻碍。宗教、族群、南北等矛盾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重大的经济改革很有可能引发暴力冲突与示威，令社会陷入动荡不安。比如，当莫迪政府想要推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时，多地便爆发了抗议活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争执不休，无法调和，更别提同心协力发展经济。如此看来，无怪乎经济学人的专家给出那样的结论。他们认为，印度缺少中国的国内储蓄、境外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条件。如果不发生意外冲击，中国对印度的领先地位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将继续下去。当然，面对印度的飞速崛起，中国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要从其中吸取经验与教训，运用于自身的发展。同时，该如何审视印度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印两国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尽管两国正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但中国和印度的产业结构却恰好达成了战略性的互补。对印度来说，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到发展制造业的本事，深化自己的改革。而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重要关卡，印度恰好也能给我们提供学习的经验与灵感。印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潜力极大的未来市场，因此或许合作共赢将成为双方共同的选择。